母上様、それだけ。摆渡人，你很凶悍吗？膝盖、双腿、手臂。对不起，用了那些女孩的身体，她们的生命被迫终止了。夜晚的海看不清，但是依稀能够听到潮声。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，我的小时候，每天都是伴着潮声入睡的。你是谁？日本战国史。我在那里，那里有我的家人，我的爱人，我仰慕的人。他们都变成了纸上的名字。历史书多有意思。五四朝露降人间，来去匆匆瞬即逝。大阪巍巍气势上，一如梦中虚幻姿。丰臣秀吉的绝命诗。我叫豪姬。豪姬。你也许没有听过我的名字，但是在我的故国日本，我曾经是最耀眼的那颗明珠。我的生父是战国时期的武将，前田利家，而我的养父是最终夺得天下的男人，是仅次于天皇最尊贵的男人。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，不？你刚才读到过他的名字。在我的时代，你是会被砍头的，应该叫太阁大人。丰臣秀吉。像阳光一样的太阁大人，我的养父。那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说来话长，不过我觉得你有时间听的。说来，我也是好久没有痛痛快快的说话了。中国，古称中土，神宗，众神的聚集之地，太阁大人的梦想之地。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吃饭了啊！来尝尝尝尝，我亲手做的啊，特别好吃。呵呵。董卿，吃一点吧。不饿。哎呀，总得吃饭呀，要不身体哪受得了啊，是吧？现在第一件事情是先送走一个灵魂，先把他恢复成人。也许他现在的状况会让蚩尤错觉他的身体已经死亡，所以变得活跃。我还有一个办法，如果现在就让他死掉的话，
蚩尤就不会吃掉他的灵魂了。他已经死了。哎呀，别在里面赖着啦！为什么？别理他。我是说，为什么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？车祸的时候，我5岁，我们全家都死了。如果可以重来的话，我宁愿跟他们一起死。你还记得那场车祸呢？后来想起来了。小白，哎，你记不记得，当时上空有一双巨大的翅膀，好像有什么人在跟着你们。闭嘴！怎么了？你还记不记得雷声还有闪电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那就是昆仑的天雷。其实都是他自己做的。呀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夜里，你披着你那雨衣，埋伏在云层里边，哎呦，可漂亮了！那蚩尤一出来，你咔嚓一个天雷，就把那车给掀翻了，真牛逼！是你击毁了那辆车子，是真的吗？对呀，就是他炸的。啊，那本身是要杀蚩尤的，没想到就把你的家人也给杀了。当然了啊，这天雷啊，要炸毁一车，那易如反掌，没有存活几率的。结果还是让你跑了。不过我们的亚也受到了昆仑的这个批评。虽然父母挺无辜的，我们表示抱歉。可是确实是，像你们凡人在天人的眼中，那就是蝼蚁一般呐。不是的。是你干的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做的？太可怕了！杀了我的家人，你到现在了，你还在骗我。我一次一次的相信你，你到现在还在骗我！你别叫我的名字！你赵丽，你们他们都是骗子，彻头彻尾的骗子！动枪！如果我能的话，我应该杀了你，为我的家人。养父的晚年生活在巍峨的大阪城里，从天寿阁望下去，可以看得很远。天下已经在手，陪在身边的是战国第一美女卞夫人。继承人秀赖也在健康的成长。本来一切都如梦境一样完美，但是有一天，他得到了一幅画，一幅中国的古画。那幅画是妖物。《杨妃夜妆图》是。那幅画很多年前来自唐土，杨贵妃的魂魄就藏在那幅画里。据说那幅画会邀请男人进入其中，与其欢好。三郎，妾本思罗，为三郎可以托付。养父在画中答应了那女人。已经变成中国的山河了吧？他那时一定在想，
中国的土地一定比日本大得多吧？日本的天下已经在手，中国的天下我也一定要得到。据说那幅画会吸茶吧。在我的时代，中国的茶叶可比金子都贵呀。你来中国不是为了找那幅画吧？当然不是。我说过了，太阁大人的遗愿是要征服中国、天下和女人。在男人的心中，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，都是战利品。太阁大人去世后，我本来想帮着典夫人把秀赖抚养成人，然后竖起风尘家的大旗，征服中国。可是一个贼，一个觊觎着风尘家天下的贼，他竟然迫不及待地登场了。德川家康。在此后数年中发生了关原之战，秀赖大人和殿夫人被逼自尽了。家康这个小偷，这个乡下的死黑胖子，他盗取了风尘家的天下。我本来就是一介女流，但是我身为武家的女儿，太阁大人又视我如己出，万般宠爱于我，所以他的遗愿我一定要实现。哎，哥哥，我们不是说请你爷爷吗？要接个老奶奶的。哎呀，他又不等着投胎，让他等会儿呗。哎，妹子，我跟你说，就这家烤串店太好吃了，那排队的人人山人海，咱能吃到就不错了。可是这家店冷冷清清的，人都没有。是啊，今儿咋没人嘞？嘿嘿，没人是好事啊，没人咱们就能吃上了。快走，下车，要不然踹你啊！快点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来了！哎，两位啊，哎，老板，肉串50，要羊肉的，必须的吗？好，行，多点，马上啊，快点啊！好嘞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肉串好吃爆了，今儿算来着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
是不是谈恋爱了呀？瞎猜，你别瞎说，好好吃你嘞。肉都没得叫啥子嘛？你好好等着吃。说是不是判官姐姐？去看啥看？不许看，八卦嘞。二位，串儿来了，来。哎呀，哎，老板啊，你们这儿今天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这么冷静，不大正常。是啊，是不大正常啊。哎，老板啊，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啊，我觉得你们家这肉串啊，好吃归好吃，但是还是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太瘦了。就这羊肉串讲究的是肥瘦相间。你看，这大肥油你知道吗？这中间来一块分一起，这就长。老板，我说的对吧？对，下回来点肥的。我找到了一种方法，我找到了当时衰落的土宇门家，看中了他家的阴阳道术。没错，用土宇门家的神术，将我的灵魂取出来，我就拥有了时间。我又懂得政治，在我的帮助下，土宇门家得到了德川政权的重用。幕府时期已经跻身于权力的中心，土宇门家成为神道，成为权力的中心，就会影响权力。那你的计划是？我的计划是利用德川政权征服中国的天下，然后再把天下还给丰臣家。还给谁啊？家康赶尽杀绝，丰臣家还有后人吗？就算没有，太阁大人的遗愿也一定要完成。她是你的母亲？是的。其实我早就死了，是母亲让我活了下来，而且活到了现在。时间就是一切。普通人的生命肯定是不够的，幕府就是一群胆小鬼，他们没能征服中国。二战的时候，我躲进娃娃里，随军来到了这里，第一次见到中国。这里比起日本太广阔了，这里不本来就应该是太阁大人的天下吗？放屁！一郎在中国帮我做了秘术实验。为什么在日本不行？身体，中国人的身体和日本人的不同，中国人的身体更接近于神，是老神造的，把不同人的不同部位拼接在一起，拼成一个肉身。那是我的肉身，最美的头，最美的手，还有最美的脚。在二战中，一郎做了那么多实验，试图把不同人的身体拼接在一起，可惜都失败了。那些的人体试验全是为你搞的，可惜一直都没有成功，日本就战败了。你们没做些什么吗？当然有。土御门家对中国实施了针对战争的大型法术，只可惜我们失败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次失败，让政府对我们失去了信任。从那以后，在日本神道也没落了。那你们其实就是孤魂野鬼。现在你们想干什么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不会帮你。你是中国人。你是人吗？对于我们来说，国与国的界限
就那么重要吗？我活了几百年了，你活得更久吧。春去春来，花谢花开。无论怎样，战争和杀戮一刻也不可能停歇的。那你现在想要干什么？是你想要什么？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试试我的身体了。你觉得你现在的身体行吗？你刚才已经感受过它的力量了吧？日本的阴阳道源于中国的周易，灵魂是天，身体即是道。天有多大，取决于地有多广。拥有一个完美的身体，才能拥有强大的秘法。可是，你的身体并不完美。我现在完全可以一枪崩了你。你以为你这把破枪真能够毁灭我的灵魂吗？我的灵魂经过了几百年的锤炼，就像我武家的意志一样，除了我自己，没人能够毁灭它。这是一把上了符咒的短刀，刺激你的身体，你就会消失。是真的消失吧？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如果你愿意帮我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灵魂，一个像我一样不灭的灵魂。你做得到。我给你一个不灭的灵魂，是因为我知道一种秘术，那样我就能给你一个不受任何人牵制、完全自由的灵魂。你真的做得到？那我可以试试。就像你说的，使用秘术，我需要一个完美的身体。可是现在我的身体还不够完美，我缺了一样重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需要一颗心。我要天女的心。九天玄女，把它带给我，换取你的灵魂。你为什么要告诉他？一不留神说漏嘴了吧？你是故意的。那我说的也都是事实，你不是也跟我说了吗？不让我撒谎。好，你听好，我要和夏冬青在一起，永远永远也不会回昆仑。不会原谅你的，他一个人类，你杀了他全家，他凭什么原谅你？刚才说的话忘了，杀了你！喂，毕哥，你在哪儿？有事儿啊？我在你附近吧。
哎呀，工作特别忙，就现在马上要去医院，有个老太太接她回冥界嘛。你先别说了，听我说。先等会儿，要不赶着投胎，我联系不到冥界。你马上去告诉冥王，可能要出乱子。呀，啊不，让所有的冥警来找我。啥？所有？不是，出啥乱子了？废什么话？听我的，照办。喂，那个你怎么了？就回冥界。不是去见老奶奶吗？哎呀，他又不赶着投胎，让他等着吧。中国語でしか秘宝は子をなさない。しょうがない。講師がいるのですから。そうね。眠っているとしても必ず彼を呼び覚ます。死者たちが墓場から蘇るのだ。最短の用意は？抱き上がりました。太鼓殿下は？配置だけであります。殿下はわらわの部屋に。喝了吧，治你的病。忘忧草，我放了好多水果，甜甜的。虽然比不上百花鹿，不过味道也还可以。你知道，昆仑靠它治好了很多天女的病。我没得病。你现在疼吗？喝掉它，忘记下动情，忘记你对他的爱。之后的事儿，我来帮你做。然后我们就回昆仑，再也不下来了啊！喝了吧，一时的快活只是诱饵。这种叫做爱的东西，只会给你增添无穷无尽的烦恼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。留下来。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建筑所有的尘埃。的尘埃。来 ，Give me five。这歌越唱越好了。嗯，对。哎，辉哥啊，为什么我们开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到呢？是哈，平常这歌唱完咱都回到冥界了。对呀。我没开错路吧？没有。什么情况啊？鬼差与鬼打墙啊？哎，辉哥，为什么外面这些人家都没有开着灯啊？可是平时这些灯都是亮着的。